今天我们要聊个蛮有趣的话题，这个是我提议的，叫男人中年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是四字头的，对，要奔五了加到一起都是100多岁了。啊。我觉得人到中年，大家无非就是这么几件事情，要不就是力不从心，只剩一张嘴，做任何事儿可能会有点瞻前顾后，这常规。当然，除了脂肪、血脂、血压都变高之外，另外我们的知识和阅历也变多了。所以说，其实目前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纠错空间会比年轻的时候会更强，因为会有一定自己的见识。但是这时候是相对是比较积极。我在为一家品牌商做服务，为他们做整个线上的服务，其实整个逻辑跟之前一样，但给我最大的感觉是，最后觉得好累，一共工作时间大概才3个月左右，高血压、颈椎病、脑缺血什么等等等等之类，所有的病全他们都来了。你会感觉你明显的那种，我第一次感觉有那种特别力不从心的感觉。作为一个上海人，以前我是看不起人家中午要睡午觉，因为我不是到全国，上海早上9点到12点，1个小时吃午饭，下午1点钟回来，干到4点，干到5点都有的。我到外地去，以前中午要休2个小时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睡觉，有人甚至于还要回家睡觉。所以我以前年纪轻的时候看不起这种人的。我的概念就是，那你看上海就说，你们外地人不行不行。但现在我确实觉得睡个午觉，下午舒服好多，不得不承认。我的感受就是这个，很形象。曾几何时，大概估计是我到了40岁以后，我就觉得中午睡个午觉真爽，我就特地点下来。有点简单，这个很有趣的。哎呦，我等一下有个问题问你们，我先说一下老刘这个，我觉得讲的挺有道理的。人到中年确实有很多好处，我们就不如先讲好处。他讲的这个，我归结为大家称之为叫晶状体智慧了。你的记忆力可能是退化了，体力是退化了，但是你的智慧是增加的。比如说你对做事情的时候一个判断会增加，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在年龄的某一刻开始，你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小孩，就是小孩是什么状态？他没有定见的，他会觉得这个事情我能拿主意吗？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？会有点犹豫彷徨。但到某一天开始，但可能你在公司里也开始慢慢变成领导了，也可能你承担的责任，在家庭承担的责任也变多了。同时还有因为变懒了，体力什么都变差了，它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不停的会想怎么样做会更快一点，更简单一点，就抛弃减法的事情会想得多。当然不好，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由年龄带来的，身体的退化啦。我觉得你脑子里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有个钟叮叮咚咚叮叮咚，它会敲的，好像你是可以听到钟声在远处的这个感觉，由此带来心理和生理的一系列的变化。我想问你们的刚才个什么问题？你们从哪一刻开始有把自己称为中年了？刚刚我觉得威廉当中有一个词特别好，叫做责任。我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我感觉到人到中年就是今年的事情。说实在话，其实已经快奔5的岁数了，但可能是因为之前说的简单一些，我也没有尽到特别多的责任，或者家里没有给我很多的要求，所以我一直活得还比较自由自在的。今年开始，我可能想要做自己的东西了，可能父母也到一定的年龄了。我上期说了，我跟我儿子相处也很好，那我要给他做个榜样。我开始会感觉到有一些责任在身上了。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责任，我只说我自己个体的一个感觉啊。之前我不管是管理公司也好，还是做职业经理人也好，带领大家冲击一个目标的情况下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那是个责任，我觉得那是个 game， 那是个游戏。我们制定个规则，往游戏的彼岸去冲刺，那是个很好玩的一个过程。我不会觉得什么心里有压力或者干嘛之类的，这个东西，我完全从来没有。但或许好的方面来说，让我就当我意识到了有责任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会意识到我可能是人到中年这么一个点，就仅对我个人而言。当然很多别人比其他优秀的人，他们可能在20来岁就有责任感，或者有很强的使命感，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很早就有这样的觉悟。对我来说真的，因为关键挑战这个阶段我有了责任感，同步我觉得我的体力又不止了，那个力又我你可能是存在一起的啊，你总算有责任。所以我们的推论就是大家尽量要少承担责任。因为你一旦承担责任，你就进入中年了，你就会老化了。我刚刚说到一半，我说像以前，比如说不管我在什么样的大关键联合地方之类也好，我觉得跟那些大叔们，那时候我们叫大叔们，跟他们 battle 我根本就不怕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样大的公司，多好的职位什么工作，我随时给你干。
我拿着随时可以不干这么一个底气来跟别人去做个 battle，我现在想来其实不公平的。如果你处于这种年龄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有家庭责任、社会责任需要去尽，你不能轻易的放手一份稳定的收入的。梅大师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我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到中年？就是初中2年级，我发现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只对搞钱有兴趣。那你把钱搞来干嘛呢？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对，你把钱搞来干嘛？对，我就只对搞钱有兴趣。这是哲学家问的问题。我花钱也没兴趣。你叫我买个新的衣服，我没兴趣；你叫我换个新手机，我也没兴趣；你叫我换个车，我也没兴趣；换个房，我没什么兴趣。像你说叫我去旅游，我也没什么兴趣。花钱好像我没兴趣。其实我跟你刚好相反，我说实话，我对搞钱没有兴趣，我只对花钱有兴趣。因为花销太大，所以不得不去搞钱。我觉得很多东西你见过用过之后也就那样，最后你会回到一些更本质的乐趣上。我问一下威廉，你花什么大钱吗？或者你有什么爱好？我们花什么大钱啊？我花钱的爱好。我们花钱也是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不确定的是说，到底挣钱多还是挣钱少是中年的变化。我想总结出来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些启发。首先，好像它是一个哲学问题。中年，因为你看你们讲的都是当我这个事情变小变不见的时候，好像这个年纪就会变大了。第二，它好像是个心理问题，就大家都讲了，它是由感受所触发的，虽然和身体也有关系，但真正的触发点是在感受上面的。第三，好像它又是一个社会问题，来自于别人的看法，你对别人的责任，因此就可以推论每个地方的人、每个时期的人、不同心态的人，他们所承受的和经历的中年是不一样的。我举例，就比方说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，看同样是华人，只不过到了大马这个土地100年的华人，我觉得他们就有点不一样。就我的观众群，我也建了一个群，他们通常比我大一点，50多岁，男女都有。就他的心态让我感觉其实要更年轻一点。比方说女性 lady 也经常自称为女生，但是没有违和感，她不会说是那种化妆很浓艳的，或者是说很暴露的心态，那种很浮夸的称为女生，她们只是纯纯的。特别是她喜欢烹饪，喜欢园艺，用我们的看法来说是比较可爱的一些举止、表情符号、一些言语表达，它相对比较纯真，所以和这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关系，这挺有意思的。是一个每个人的中年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我听了那个威廉讲的话，我启发了我一点。我觉得人到底处于哪个年龄段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心理问题，更多是心理的状态。因为你刚刚说的话，我想起来，我认识一些北京的大哥，本来想叫大叔，他也不让，因为他其实已经六七十了。我们去北京晚上，我们不管去夜店去哪里玩，他都可以参与，他完全没有那种年纪大的老人味。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反感的爹味或者是中年男人味是指的什么？就是指那种老气横秋、爱说教，就告诉年轻人你应该怎么样之类的一些。其实你的心态只要是后在年轻的，身体可以往后面放。最关键的还是你的心态能不能是在一个 on 档上。刚才威廉讲的是，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，你说的很像那种台湾的那种一些女的，包括像东南亚的一些，包括新加坡那些我也接触过，他们是确实有你说的那种情况，他们会自称女生怎么样，他们会专注于生活的一个乐趣啊，生活中的每个品质。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会更有要求。我们拿梅老师来说，梅老师刚刚说了，他现在是只喜欢搞钱，不喜欢花钱。你知道不喜欢花钱，另外一个太优质了。我自己的感受，你比方说你感到自己到中年的那一段时期，恰恰你觉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在路上也好，在办公室也好，环顾四周，好像我都比别人大。虽然说我们是80后，但是新招的都是这个90前和90后，甚至于95后。慢慢你看现在2000年以后出生的也步入职场了。人家说，比方说00后看待你，我们之间就取个中位数好了。假设说都是1980年，那00后看你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我们看60。你还记得哪些出生于1960年或者是1950几年的人？你怎么看他们？00后现在怎么看我们的？其实是很好理解。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就有人讲，我们就这心理上说，有人说，如果你哪天心理上不再感觉自己成长或者变化了，那么其实你就死了。那我就要问过来问你们，现在大家都同意心理上、生理上我们都处于中年，那么你回看过去的1年，你觉得自己有变化、有成长，还是说我是差不多的？那我来验证别人的说法是为真还是不为真？
你有变化吗？你有责任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我以前非常深度的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回想我哪几年我干了什么，我会发觉在有些年龄段里面，我就记忆很鲜活，我很记得那些发生一些什么东西，可能很精彩。但尤其疫情这几年，我觉得疫情这几年最明显。我觉得疫情感觉这几年过得很快，后来我明白快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任何事情，你没有任何记忆点和 point 在那个里面。你可能每天就混混，又过了一天；明天我们家有封锁，又过了一天；那个里面可能不行，又过了一天。我觉得去年一整年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。就是我觉得，首先第一，我原本我是一个比较愿意接触新事物的人，而且我也是觉得可能是个比较相信自己或者之类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到。梅老师，你记不记得我今年过来有一天在跟你讲，我说非常可耻的，我用长大这两个字来形容我自己。照理说这个字的话，可能是在别人20来岁，成熟点的20来岁，不太成熟可能30来岁就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但据我真的是有那种长大的感觉，看待新事物的感觉。我觉得这1年多我能够得到的改变或者整个一个内心的变化还是比较多。我非常认同威廉姆刚刚说的那个点，当有一天你的心里已经感觉不到那种东西了，那其实人活着和死了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些40多岁的那些叔叔们，年纪很大了，已经是照顾一大家子，但想想好像我们也没有照顾一大家子，好像不可能是我前面第一个说的责任的问题。我们其实这一代人的责任并不像60后或者是50后，他们是责任那么负担那么重，像我们父母他们那一代人责任这么重，所以可能更多缺少那种大人模样了。刚刚说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我是现在经常碰到，就是出去一桌坐下来，你发现你自己是年纪最大的，而且我前2年开始碰到这样子。有的时候你以为一桌上有一个人，你以为他比你年纪大，是呢，其实还要比你年轻。对，这个人竟然是80后，当然80后不年轻，但是我作为一个70后，我70后却比我还老5岁。当然，这也是一个很主观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比我老5岁，但是有可能第3个人看来，其实你跟他差不多，甚至你比他更老。但我觉得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老？这个是我发现蛮有趣的一件事情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就聊得很好，我们一个话题不但在深入，而且互相激荡。我就这梅大师，我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案例，是因为我和以前猎头公司的朋友聊天，我说现在那几个外资公司怎么样？因为正好有个朋友，他70头上的。负责销售的，大概50岁，一个猎头公司盘过来，他跟我说：“你看这家年轻化，现在这个头是80后。”他说那家好像也在搞年轻化，哎呀，那些年纪大的，他说都已经被开走了。所以我跟他说，80后不年轻，大家其实是知道80后不年轻的。其二，当他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但他跟我年龄差不多，他会觉得80后现在在做这个位置是太年轻了。第三，你再回想一下10几年前我们刚开始做猎头的时候，那么那些位置上的人不也就是40多岁吗？这个点他也是知道的，就是年龄是同步增长的，但是他为什么80后看80后看别人，他会觉得别人是太年轻了？就说我们是同龄人，我们刚讲的是其他年龄看我们，我们看其他年龄，现在来看同样的年龄，你看其他80后，你会觉得他还太嫩了，太年轻了。我们身上是不是会有这种？比方说你们看同龄人，会不会觉得那个人还太年轻了？这就说明这个时间在同一刻，其实在每个人身上也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说，反正年龄相对论，我们让很多人焦虑了，我觉得这是肯定的。但是我们点头的给观众来说看，就是观众，我知道我有些观众可能已经过了中年了，甚至于到中老年。告诉我们一下，中老年以上，我们叫乐龄人士，你怎么样？你们是怎么想的？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？让我们也来比较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这个阶段，所以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说不定你到了50岁的时候，你回过头看看，说这个45岁活蹦乱跳还蛮好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永远要这样去想。首先，第一，年龄老去是一个自然规律，没有人能够避开这个自然规律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比明天年轻，对不对？你年龄的当下一定是目前你最年轻的一刻，这一刻一定是你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刻。我觉得我说我的经验，我觉得反而是这2年我有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是我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着急了。以前我觉得我那时候着急的情况下，我会更多的，我现在觉得是自己在吓自己。
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很严重，或者叭叭之类。其实别人跟我说什么是无关紧要的，我比较唯心主义。但这2年我会觉得就这样，这事经历就好了，这事总能解决得掉的。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解决不掉的，这世界上除了生死之外无大事，都能解决得掉。所以如果只是因为中年焦虑，刚刚William说关于找工作那个东西，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到所谓的中年焦虑。如果你可以去问一些猎头，35岁找工作的概率已经很小了。我另外那个哥们儿开的公司比较好的一家线上的一家公司，他在聊的说我们今天要招高管、总监级的。我说那什么样的要求？他说提个先不谈，35岁不考虑。35岁以上，除非你是行业名人，就这个行业你是行业大咖，那大家去想35岁是多年轻的一个状态。35岁很年轻，那我觉得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甚至现在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，没有人好担心的。是，我觉得送给镜头前各位，不管什么样年龄段的朋友们，当下是你最好的一刻，好好享受当下。好，当下是最年轻的一刻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OK 啊。